2019年5月3日，人造肉第一股 Beyond Meat 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天暴涨163%，成为本世纪以来市值2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公司中最牛 IPO。继首日涨幅神话之后，短短2个月又暴涨900%，相当于你5月份买1000万的 Beyond Meat 股票，7月份就能挣1个亿，2个月完成一个小目标。为什么假肉能成为这2年爆火的投资风口呢？100块钱一斤的人造肉究竟好不好吃呢？天价股 Beyond Meat 是一家前沿生物技术公司，还是惊天韭菜收割机？大家好，我是大蜡烛，这期又是我压箱底的一期，扒一家超级明星公司 Beyond Meat， 堪称农业中的特斯拉。8月份他们的人造肉马上就进军中国超市了，我觉得这家公司又是一个新时代的美版贾跃亭的故事。如今全球已经陷入到了粮食危机中，在饥荒大流行这个问题上，今年联合国已经警告了好几次了。先是4个月前说是新冠会导致2.65亿人遭遇粮食危机，上个月秘书长又说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已经在触发的边缘，并呼吁政府有所作为。而世界第一农业强国还在吃瘪，到今天连疫情拐点都没到呢，许多大型养殖场接二连三的关，超市对很多肉也限购了，拐点再不到，全世界农业都受影响。搞农业投资的也都知道，联合国曾经做的一个预测，到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6亿，粮食需求要比70亿人时多出70%，吃肉是基本人权。如果未来全人类都像美国人那样吃肉，也没有新技术突破，现在的环境是承载不住的。基于这个背景，前2年人造肉、人造蛋、人造牛奶都是风险投资的新热点，这个风口基本是这家公司带动的。去年5月3日 Beyond Meat 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直接引爆点燃华尔街，又一个整条街最靓的仔。继首日涨幅神话之后，短短2个月 Beyond Meat 从25美元涨到239，期间该公司投资人比尔盖茨挥舞了一波镰刀，将自己的份额减持了一半，以盖茨为代表的早期投资人完美套现了一波，股价跌到了74美金。说实话，这个肉其实不咋好吃，他们的仿制牛肉 B 站很多其他 UP 主也是吃过，像王高老师用他们的仿制牛肉还做过饭，表示跟真肉差距很大，技术总结也不知道该咋整。但是这家公司在第一波股价下跌后，为了拉升股价，再次高调宣布我们要进军亚洲市场，其中中国的市场最有前景，于是又涨到120多刀。当然紧接着又是一波资本主义铁拳，过山车一般直接割到了54刀。近2个月美国新冠疫情愈发严重，他们又开始宣传传统畜牧业易导致传染病，所以将来得吃人造肉，又把股价炒到150多了。估计第3波收割也快了，也不知道有多少美国投资者会吃满素质3连，其中最惨的投资者应该就是那些本身经营传统农业的小农场主，养牛场都停工后损失很大，为了对冲风险，投资一点做人造牛肉馅的公司，结果又被套路了。如果回归到产品层面， Beyond Meat 做出的产品到底行不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个人造肉的种类的科普。大家想象中的人造肉基本都是用动物细胞在培养皿中培养出一块能吃的肉，但实际广义的人造肉可以归类成3种。第一种是我们国内的素鸡一类的产品，基本是纯豆制品。第二种是把豌豆、蚕豆或大豆的蛋白分子打碎，形成可塑化的溶溶体，模仿肉的口感，加入植物的血红素来模仿肉的颜色，但本质上也是豆制品。为了方便理解，你要说是豆干 Plus 也可以。目前已经销售的产品人造肉明星公司，无论是 Beyond Meat 还是 Impossible Foods 都是属于这一类。而人造肉的第3种，也就是在实验室里慢慢长真肉的技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做到量产。那么目前 Beyond Meat 的售价是多少呢？香港售价是118港币450克，差不多和100人民币左右一斤，我姑且先叫超越肉吧。他们的产品线现在有超越牛肉、超越鸡、超越香肠、超越虾，都是人造的，但脂肪含量跟真肉差不多，钠含量远高于真肉，所以并不能燃烧你的卡路里。我知道这会儿很可能有弹幕说，那为啥不直接吃真肉呢？说实话，我吃他们产品时也同样有种吃了海参炒的面的错觉，只好安慰自己，咱吃的既不是美味也不是寂寞，咱吃的是科技和情怀。那其实做这期视频时，我也看了很多券商的研报，凡是涉及到这家公司的都是无脑吹，明显他们没咋做功课。经过了大量调研，我觉得这家公司技术门槛和应用场景都是有限的。下面我们就聊一聊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把公司搞上市的，期间又有哪些点比较可疑，又该怎么去判断一个食品科技公司真正的价值。Beyond Meat 创始人叫伊森·布朗，
很多国内的媒体报道说他是个在农场里长大的牛仔，跟鸡鸭鹅猪一起长大，从小就关心动物。实际呢，人家是家里在马里兰州有个农场，学校一放假偶尔去度假而已。毕竟后来布朗是在哥大读的商科，要是天天跟大鹅玩，还玩到藤校去也是神了。毕业后，布朗先是去了能源行业，后来认识了一位叫谢富红的教授。教授表示，我有特别的制肉技巧，宣称在提炼植物蛋白上已经研究了10多年。于是布朗创立了 Beyond Meat， 俩人就开始了长期的合作了。谢教授也成为了 Beyond Meat 的技术担当。早期投资他们的首先是 Twitter 的2位联合创始人，所以这家公司初期的社交媒体矩阵极其强大。但是直到今天，主要宣传的方向大多是说创始人的经历，还有环保理念等等，对公司的技术壁垒一直没怎么谈。关于这位谢老师的背景也一直很神秘。近几年超越肉在媒体上明显在逐渐淡化这位首席科学家，这是为什么呢？我就着重深扒了一下。首先，这个教授是从台湾去美国的，另外无论是他的论文方向还是大学里的职位，基本做的都是食品工程上的研究，更偏工业界。曾经只是规格燕麦的一位工程师，在生物圈里可能偏鄙视链的下方了。按理说，一个100亿美金的生物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应该是搞基因的才对。而且这位谢教授过去10几年研究的其实并不是如今超越品牌的拳头产品超越牛肉，而是鸡肉。 Beyond Meat 的内测第一款人造肉产品竟然是类似台湾小吃盐酥鸡的一款产品。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他们早期的生产线。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我又有2个比较惊人的发现啊。Beyond Meat 有一个超级明显的技术特点，就是谢教授大量使用的是较冷门的豌豆蛋白，而全球豌豆蛋白原料的龙头企业是我国烟台的双塔食品，龙口粉丝就是他们家做的。Beyond Meat 今年才来考察了这家烟台公司，然后确定了合作。接下来，世界第一的人造肉公司85%的原料都会由这家山东企业供货。因为在豌豆蛋白提纯技术上，全世界能赶上双塔的也不多。当然，我不是吹这家企业，双塔今年已经靠人造肉概念割了大家好几波韭菜了。个人认为，这也是一家暂时虚高的公司。那我为什么要提这家中国公司呢？因为我在百度贴吧2006年的一个帖子中发现，这位谢富红教授曾在06年来山东理工大学的食品学院交流过。当时 Beyond Meat 这家公司还根本不存在，这也是我能找到唯一一次他回国交流的经历。而就在去年，双塔食品和山东理工大学签订了共建研究生工作站的协议，共同研究豌豆制品，这就相当的神奇了。我觉得哪怕不过度揣测，也可以间接证明，我们国内的高校在10几年前就已经与当今这个所谓的超前沿技术发生了一些连接了。抱着这个兴趣，我又阅读了谢富红教授大量的论文，并找到了生产人造盐酥鸡对应的那一篇论文，以及相对应的机器。从被引用次数上看，论文水平还是极高的。但是我在国内82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上，也发现了一些感觉比较相似的技术。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自己搜索去对比一下，这里直接说我自己的主观结论好了。通读2篇论文，明显感觉在工艺流程、拆分、制作框架与制作人造肉的方法上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一些参数比如温度范围相差也不大。因为我不是食品工程专业的，并不能对技术做更多评判，看这篇82年的论文还是觉得很惊艳的。大家可以给这些低调的研究者3连支持一下。只是我们国内40年前的学者可能还不太会用图表去表达。不过上面的对比并不能说明谁抄谁啊，而是哪怕在国内都有非常多的课题组在研究高水分挤压技术，并能给出各种结论。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较难攻克的前沿技术。另外 Beyond Meat 这2年也没少吃律师函，也有一些诉讼记录可查询。美国的一个家庭食品公司 Donnelly Farms 宣称超越肉滥用了他们家族食品公司的商业秘密，用于制造超越汉堡。经过以上列举的种种，我觉得至少可以得出 Beyond Meat 的技术大概率没有像宣传的那样具有巨大的创新性与革命性，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哪怕有微小的创新，也很难撑起100亿美金市值的体量，价值是虚高的。或者说 Beyond Meat 一开始就是个局，出道就是巅峰。比尔盖茨吃了谢教授的鸡之后，立刻表示这项目我王多鱼投了，于是又拉到了麦当劳前 CEO 的投资，所以公司立刻就跟麦当劳合作推出素肉堡了。话说巴菲特最喜欢吃的就是麦当劳汉堡，每周3顿请盖茨吃饭都是请吃汉堡，按理说应该让他也投点，再推出一款老八秘制小汉堡，说不定能火。接下来超越引入了更多明星投资人，可口可乐 CFO、通用电气前 CEO、泰森食品
仅凯鹏华盈、台湾蔡氏家族、好莱坞影星莱昂纳多，如果算上1000元的可转债融资， IPO 钱都融到了 H 轮了。像小李子基本就是为了让他为产品宣传站台才让他投进来的。更讽刺的是，这个人造肉现在主讲的故事是接下来拓展中国市场。他们的拳头产品超越汉堡价格是麦当劳巨无霸的近2倍，在中国根本就不能打。美国每年消费的所有肉类里，光碎牛肉就能占60%。他们对肉的种类与做法没太多要求，但我们除了吃碎牛肉，还吃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咸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如果是假肉，多数人可能会尝几次鲜，后面就不复购了。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历史上有斋戒文化，如何把素菜做得比肉好吃，上千年一直有人琢磨外加实践。无论是传统素菜还是新派素菜，亦或是斋菜，师傅把菜做的和肉一个味儿，只是基础的基本功。那为什么即便如此，还有那么多风险投资人要投呢？还是要回到开头那个话题，过去1个世纪工业化的影响，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始终是悬在我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全球石油储量可开采的只有50年，化肥、大型农业机械都得以石油能源为基础。粮食安全不是一个现状，而是一种能力。大家小学的时候一定都学过食物链，每一级食物链都伴随着能量的消耗，产出1000克牛肉要消耗25千克谷物和15000升的水。全球每年有超过40%的小麦、黑麦、燕麦以及玉米是给动物吃的，全球有3/4的耕地都被用来制造动物的饲料。美国人的人均吃肉量是我们的2倍，全球的城镇化率又持续上涨，这个问题实在太急迫了。这时如果有谁站出来说我要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哪怕为了买个可能性，有钱人也是乐意出钱的。根据 Venture Capitalist 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1%的人口掌握着50%左右的财富，而今年各种资产回报率又这么低，哪怕只提供一种可能性，大家还是乐意小赌一下的。毕竟连柯达都去做药了。李嘉诚更是在这个产业还是一片不毛地的时候就开始布局，植入自己的势力，这边一块砖，那边一片瓦，慢慢蚕食，打造属于自己的壁垒，最终也会再次成就这个行业内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商业帝国。当然，当下再高尚的话术，再多的技术粉饰，也不能掩盖人造肉的风险投资本质还是一场资本游戏的真相。为了一个项目暂时性的摇旗呐喊，并不意味着这个项目就是适合普罗大众的游戏。前一天它还可以花团锦簇，如日中天，转眼间也许就会走投无路，山穷水尽。那视频的最后，也希望大家能意识到，其实在更看重科研细分评价能力的今天，并不会有从天而降的技术。作为世界第1耕地面积的国家，美国极度追求技术效率、利益，外加无限消耗外部资源的模式，也未必适用于新世界。中国的耕地资源一直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一直面临压力，但还是以不到世界1/10的耕地养活了14亿人口，这本身也是一个奇迹。如今我们在基因工程、太空农业、农业信息领域更是强手如林，也会有更多的前沿布局。一边收购先正达，形成全球农化行业3足鼎立态势，一边年复一年的帮第3世界国家进行杂交水稻的援外培训，让他们可以靠自己就把饭碗端牢。中国农业更高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去输出仅用半个世纪的探索就实现良安天下的特色发展经验，以及6000年农业文明中积淀下来的关于需求与平衡、开放与共享的哲思。